满月的话，就是人的情绪容易有波动。有一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一个暴躁。如果说有的人不知道，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是被鬼附身。一跟你讲完，我讲完我就好了。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你很像就是去动了一场大手术，开了一场能量的刀。就是有一些个案会做完能量疗愈之后，马上去唱歌跳舞，或者是去大喝酒，就会敲私讯说他觉得不太舒服。我觉得现代就是太要求速成，就是要你简单回答一个概念，或简单给我3个方法，人生就会改变。没有这种那种修行一辈子到最后一刻的那些高僧什么，难道是在开玩笑吗？对。好，我们下面有另外一位朋友，他有分享，就是说他感受到水晶的能量。他一开始就是想要追求就是很强大的能量，买了大颗，后来越买越多，觉得花了很多钱，觉得不对劲，失去了本心。他后来发现就是买小小的，然后学了水晶阵，让水晶互相串联能量，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追求买很贵很大颗的。如果你只是要把它当装饰品来买是无所谓。如果你的经济允许，就跟你买玩具或买包包公仔一样。那如果是真的想要让它发挥强大的能量，是不是还是学一下？对啊，你还是要知道它的能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其实真的用小颗的，像平常你在做排列这样子，让它互相。对啊，就 OK 了啦。好，所以大家不要买到失去了本心，不要买太多。我觉得这个发觉不对劲，觉得很有趣。好，然后下一个朋友呢，关于意识到水晶这件事情，他的感受是，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水晶凝聚在眉心的波动、震动跟紧缩。你有这样吗？既然他提到这个，就是好像也可以稍微小聊一下，说水晶到底要怎么去感受它。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一定要拿着的时候有刺刺的啊、麻麻痒痒啊，还是说什么？有些人会说他看得到水晶的光晕啊，才叫做感觉到水晶。因为水晶除了用我们的五官去感受之外，其实应该说你要感受的东西是能量，不管它是不是水晶，你要用的方式是感知，而不是用你五官的感受，就是触觉或者是什么触觉去感受，而是要用感知的方式。然后感知的方式的话，其实有几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去观察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感觉，很传统的就是我们说五官的感觉，这就是一种感知。然后第二个是你透过你的情绪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你拿了它，你突然开始变烦躁还是变平静，然后你没有拿它的时候，这件事又没有，这也是一种感知的方式，就是你的情绪会变化。然后还有一个是你的脑中在想的事情会不会有变化，因为那个就是意识，就3件事情：身体、情绪，然后你的意识。意识的变化，就比如说你没拿它之前没有反应，那你拿了它之后，你突然开始一直想说，我等一下去吃什么？晚餐臭豆腐好吗？还是火锅？有些人就会没有辨识出来说这个是水晶矿石，让他的意识产生变化。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只是分心去想其他事情。对，问题是你可能没有拿它的时候，你也没有这样想，它只是激起你某一种脑，应该是说你的脑就会运作在一些，像有些人拿某个种类，他可能就会一直想到跟妈妈的关系不好，可是他不会意识到，他可能只觉得说只是刚好来的一个念头而已。对，他只是想说，我刚好就是在分心想妈妈的事，或想跟老板吵架的事。但这些东西就是当你拿着它的时候，你的意识开始有这些变化，所以这也是感受水晶的一个方式，跟矿石的一个方式。所以说，通常你有观察到一些什么样的反应之后，再去问老板，这一颗或许就是一个什么权威议题，或是原生家庭的议题。对，你看你的归类法，就是你对于去觉察或意识，你是很有经验的。所以比如说，如果他一直想到想要买这个包包，想买那个包包，还是说等一下想去吃什么，其实这个东西背后是有一个议题，而不是想吃东西。对，像你看，你就可以马上归纳出来，老板的话，有可能他就是会跟权威的议题有关系。所以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你要有经验跟方式去解读他为你带来的这些意识也好，还是情绪，它跟什么有关联。那如果就像刚刚有的人说，可能他拿到了这某一颗，他就觉得特烦躁，这也是跟他的背后的什么样的议题有关吗？对。那你会建议大家挑战看看吗？应该可以吧。如果你想要挑战看看的话，对，可以去挑战看看，应该不可能激起就是很夸张的反应，所以我觉得你玩玩看无所谓吧。如果说真的买回家了，然后可能一段时间之后没有特别再使用它，那怎么办啊？就是觉得其实就放在柜子里不就好了？那不就有点可惜？可是我觉得这就跟你不需要特别另外怎样对待他们，你就是把它当成跟你其他的物品或收藏品一样的。可是这样子的，这叫什么囤积？不是也是一种能量的卡住吗？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在你的生活当中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了，那怎么办？也没有水晶回收中心。对啊，好像有某些社团有在互相交流，说自己已经现阶段不需要的。
或你要上网卖掉也没差吧。如果说并不是囤积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的话，应该放在家里你有空间放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像我是有一些，然后就觉得说放在柜子也没有用，有点对不起他们，感觉好像就是请了几个然后师傅回来。我自己的话，我就是会，比如说我自己判断的标准就是说，同一个种类的至少我要有1颗这样。比如说拉长石，你就已经有3颗了，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留1颗就好。因为如果你想要收集各个种类的水晶以备不时之需，或者是说收藏的话，我觉得还算合理。但如果你同一个种类的已经买了超多了，我觉得就是不太合理。也有人说他的感受是眼缘，就是你知道，可能一看就觉得这个好美，好喜欢啊，这也算是一个判断的方式。可以啊，但其实我们对去买衣服跟包包也是这样，不是吗？对，就是我说他没有实际去碰它，然后没有其他的什么样其实的体感，他只是觉得眼缘，我觉得 OK 啊，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大家到底买了水晶回来之后会期待它可以做到什么？我其实不太，应该就是不是买回来漂亮，招桃花、招财是帮自己平静入睡之类的吧？应该我觉得每个人的目的都不一样吧，就只是觉得很可爱买回家也 OK 啊，就是当做一个装饰品这样。对啊，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吧，不可能每一颗回来都要很有用或什么的吧？就像你养宠物，你也只是看它可爱在那边就好了，它也就很不需要疗愈啦，就是不用干嘛啦。你养猫，它也不用就是帮你抓老鼠，你才会觉得养它有用这样子。对啊。我想要聊一下，就是你每个月会做的那个，它现在还叫满月好好睡吗？满月疗愈。满月疗愈就是针对你来解释一下这个，因为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满月，然后满月的话就是人的情绪容易有波动。我是针对每一次的满月，我会去感觉它这次满月带来的能量，然后它对每个人的影响，我就会写3件，一个是身体层面的、情绪层面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有可能是意识啊或一些课题。然后你在每一次的满月，你都可以有一次的机会去觉察一下，因为这是环境带来的影响，你可以去觉察一下环境带来的影响跟你自己自身之间你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而且因为每一个月的这个满月它是在不同的星座，对，所以跟它会影响带来的能量，对影响的层面，它其实不是说这次满月发生在双子座只有双子座会中奖，而是说双子座的议题。对，它带来的是双子座的议题，所以这个议题跟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关系。只是说影响的程度的多跟少而已。对，然后我觉得你每一次的满月，你都有去意识到这些外面的环境跟你自己之间的关系。其实1年你就有12次的机会是在增加自我觉察。对，你每个月至少都有1次。它虽然说1次，可是因为满月差不多影响就是1-2个礼拜。其实你那1-2个礼拜，你都可以去觉察自己跟环境之间的关系。你自己有一些状态，然后其实你从来都没有发现，那是环境带来给你的。我觉得好像今年吧，就是2024，我特别明显。今年我也是参加了几次这个满月疗愈，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注意到说最近是快满月了，或者过2个礼拜是快满月了，可是就是会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状态，然后有观察到，对，就是不管是莫名的烦躁，或莫名的失落、失去方向，或者是有时候就是会，有时候又没有什么感觉，你会是用借由水晶排列的方式去调整这个能量。因为我看你的 po 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这次排出来的这个月的议题，跟最后你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感受到的这个议题，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我列出来的那些啊，在水晶阵里我都会去处理它，因为我去排列的时候是针对所有参加的人，其实这些人大家会一起共振出一个另外需要处理的东西，所以我的排列除了原本列出来的3点，我就不会再特别写说我处理到那个，因为我就是会去处理那几个，但我会另外再针对这次大家所有参加者共振出来的议题，再去平衡一下这个能量。所以你前面写的只是一个，就是可能这个满月会带来的引起的症状，然后你实际排列的时候，又会依照你当下感受到这一次报名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有一个什么样的议题，而去做每一次不同的变化。而且我觉得很神奇耶，就是这种远端的。其实我都没有问过说你参加的那几次，你参加完有什么感觉？然后我都有跟你回馈啊，你忘记有几次你有回馈？我参加的都是我自己感觉有比较大强烈的反应的几次有2次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好像是狮子座嘛，去年夏天之类的，有一天我就忽然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一个暴躁。对，就没干嘛，我可能就工作到一半，然后就忽然就是一股火，很莫名。那这自己就观察到，就是知道，就是这就不对嘛。我平常也没有这样，我刚刚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吵架，就是它不是由事件引起的。对，然后也不是说我现在月经来或者什么的，那又不是说我现在被鬼附身。如果说有的人不知道，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是被鬼附身。这个对，这个卡到音，对，还蛮可以这样解释的感觉，就很像我忽然卡到音，然后觉得不对啊，然后刚好我觉得这些好像都是注定好的，就随便滑了一下 IG， 然后就刚看到你 po 说最近有这个，对，然后立马报名，因为你每个月就是那3天嘛，可能就是14、15之类的。其实我之前都会提前1个礼拜宣传，但我后来发现
好像其实就是在活动举办的前2天宣传就可以，因为大家那个时候会特有感，对不对？应该也是那个吧，越真的到满月的那个时候，能量越来越明显，能量越来越强，所以大家会可能前面觉得还好，看了也会觉得说我好像没这好像有，但是好像可以再看看。对，然后真的到靠近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劲头越来越强。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报的时候，大概可能是前2天之类的，而且很妙哦。那时候我一跟你讲完，其实你也什么都还没有开始操作，我讲完我就好了。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还有这样子的？你是照上下蛊吗？我觉得是因为你比较敏感，因为其实如果你报名能量疗愈的话，我印象中我有看过别的疗愈师写文章在讲这件事，就是其实你报名一个个案或疗愈，其实在你完成报名或你确定你就是会去或你付钱的瞬间，我觉得付钱这件事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仪式，对不对？它是一个仪式，就是它是一个很像契约成立了，其实这个疗愈就开始。对，你那时候有这样跟我讲，可是为什么你又还没有真的开始？因为能量就已经在运作了。那个当下你也已经有那个意图了吗？就是OK， 我要来帮这个人处理这件事。因为我就是会设定说，让大家在自己方便的时间下载这个能量。对，一般来讲，大家应该会在去下载这个能量的时候，能量才会开始运作在自己身上。但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或他比较意识比较开放的人，他可能就是会已经有在被这个能量平衡或调整。对，我那时候吓到。然后才刚讲完就好。之前我能量的个案接的比较多的，其实很常会发生那种他有某个状况，然后他就希望你赶快帮他做能量疗愈，他会希望你赶快把日期提前，他没办法在因为不舒服啊，对，他没办法在你开给他的时间里来，他就要求说他要快一点来，然后我就会答应他们说好，那我硬挤出一个时间让你来，然后他们就会再来，比如说就很近，就是比如说明天或今天晚上，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是特别容易在你答应他之后，他可能隔天一睡醒，然后他就好了。他或他的状况就没有危及到需要挂急诊，对，挂急诊程度，然后他们就会取消，他们就会有点像白嫖了这个能量，然后就闪人了。你下次还是先收钱好了。可是其实能量疗愈的话，就是在你完成这个契约的当下，能量一切就开始平衡跟动起来。只是当然你当下来的时候可以做更深入的，所以你不能控制你自己嘛？就是如果有以后还有这样子，没有，因为这就是能量运作的规则，所以它不在我的所以你不能告诉自己说先收工这样子，先不要发功。然后还有另外一次很妙，也是比较近的，大概可能2-3个月前。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就好像我在一个灵魂暗夜之类的，就已经有大概1个多月左右的时间，是一个觉得人生完全失去方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平常原本就是拍影片啊、做节目什么的，那段时间完全没灵感，也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一点动力都没有。然后很恐怖那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哇，很像一个失能的人，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一次是因为看到你写的议题好像有一点对到，然后也是做完了，好像是第1天晚上之后，隔天忽然啪啪啪啪啪一堆灵感想法进来，然后动力什么全部就重新开机。对，我觉得还蛮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议题是真的有不同的感受的，不是说我只是每一次好像去吊个点滴，然后体力变好，不是每一次的状况都不一样。这个疗愈，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向大众的疗愈，所以其实我在能量上我会用比较和缓的能量去运作它。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强调说，疗愈的过程并不一定都是轻松愉快，但基本上如果参加这个，基本上都是轻松愉快，因为不会去运作到什么太深入或1对1，你才能去挖掘或是说解决的一些东西。它就是让你在满月期间尽量可以平稳，对，度过它。对。然后如果你因此而有更多自我觉察，当然是更棒。所以会推荐大家，如果在这个满月的机会，刚好他有被影响到，然后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什么议题，或许在处理完了之后，可以再来找你做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也可以啦。还是你不想？我没有不想，就是一脸就是 OK 啦，没有人想要工作的样子。没有，我就是顺其自然，就是大家觉得需要，那就 OK 就来这样子。如果有好奇的话，就是对于自己观察，我觉得对水晶的能量或什么那种远距，其实如果你非常没概念，或者是你想体验看看那是什么感觉，其实我觉得，因为满月报名就是很便宜，对，就是一个佛心价，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去报一次体验看看，你就会知道说被水晶的能量调整，或者是说远距的能量疗愈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我觉得那些东西对你来讲，你真的觉得有够无感，其实你就知道说，可能现阶段你也不需要去报名什么很贵的水晶课程或是什么，或者很贵的疗愈，对，因为你可能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可能你时间还没有到，对，现阶段你可能就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一定。开录之前你有提到你有想要聊一下能量疗愈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大家做完能量疗愈之后，你有想要给一些小叮咛，对不对？
对？不管是水晶灵气、气茶各种，只要它是音疗的，如果是那种很1对1的个案，然后很深入的调整到你的能量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你很像就是去动了一场大手术。你刚刚说开了一个能量的刀，对，你就开了一场能量的刀。所以当你开完刀之后，你一定就是需要修复或者是一些自己的空间或一些照顾，而不是就是有一些个案会做完能量疗愈之后，马上去唱歌跳舞，然后或者是去大喝酒，然后有些人就会敲私讯说，哦，他觉得不太舒服，或状况没有很好，什么之类的。怎样的不太舒服？生理上的，比如说头晕啊、呕吐啊，还是什么突然失去力气啊，只能躺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要宣导一个概念，就是你做完能量疗愈，你就是要安排一下，让自己休息个最好那2-3天都是可以很平静的度过，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对，你还是一样可以正常生活，去上班、工作什么的。但你可能其他时间就尽量让自己可以独处啊，或者是说休息，因为你能量疗愈之后，能量一直在变动，然后你的意识也会转换。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有意识有一些转换，你可能就会发现，像你很容易会觉得你觉察到了自己有某个模式，对，或者说你决定你要改变你自己的做法，针对某件事，对。但如果你一直让自己在一个被分心的状态，其实你不会去意识到，其实你会有点白做了这个能量疗愈。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式的，好像你去做了一个手术的心态去看待能量疗愈。就像你不可能开完盲场，然后你隔天去游泳，对，直接水就很疯伤口泡在那个游泳池，千万不要这样子感染这样子。为什么有的人会因为能量的影响而不舒服什么的？因为你就是一个敞开的状态嘛，就像你伤口就还没有愈合。然后你就能量细菌大喝酒，然后去细菌很多的地方。为什么会说喝酒能量会影响能量？喝酒应该主要是因为你去了一个人很杂的地方，所以我如果今天只是回家自己小酌没关系。我觉得应该没关系。如果你在外面，然后你喝了酒，大家通常情绪会展露出来，所以大家都是在情绪很强烈的状态下，那整个空间都是很强烈的情绪的能量，所以那样子的影响一定会比一个安静的空间大。所以不是喝酒问题，不是喝酒问题，是你去了喝酒的地方的问题。就算你今天一起跟你去的人很 peace，但是这个空间就是已经累积了超多经年累月喝酒的人喷发的情绪，残留下来的能量。那我今天如果是疗愈完去蹦啊蹦，很安静哦，好挑战的。对，应该要走一个极端。它当然就有比较多人家所谓的外灵的能量，就在你能量场还在修复的状态，然后跑去那边不是很找死？好了，反正大家就不要闹了。对，不要走极端，不要去夜店，也不要去蹦啊蹦，尽量回家就是安稳的休息。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去被做完一个疗愈，能量上的疗愈，在结束之后观察自己真的很重要。怎么样的观察呢？可以给大家几个方向。就是你观察一下自己身体，而且不是只有观察一下子，是观察一下这几天，你的身体有没有跟平常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你的情绪的状态还有你的想法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要去觉察一下自己的状态。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有做过几次能量按摩，我都觉得能量按摩能量转换的最激烈、最强烈的，都不是在做的当下，它其实是在做完，然后你会在那边睡一下，醒来离开这个场地之后，那个能量奔腾的高峰就来了，就是你是从离开那里的那一刻起，你身上的能量是超级激烈的，一直在转换跟运作跟重新平衡。你那个奔腾的高峰是什么感觉？因为我已经很习惯去感受能量，所以我对这个很敏感。但我相信，可能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东西很不敏感，他可能不太会发现自己现在其实更需要的是赶快躺下。是你会觉得内在有一个东西一直在变换，然后你在一个很脆弱或者是很急速的在变化，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的。我觉得在做完能量按摩之后，这个状态可能会持续到隔天。我可以分享，我之前也是做过一个灵魂蓝图，因为做这个灵魂蓝图的用意是让你知道你是不是走在对的路上，并且把你往对的方向走，就你原本就是设定好的路。然后在做完的那个大概至少有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时间哦，每天疯狂的感觉很像你知道手机更新，对，手机这种更新的感觉，其实是在做完疗愈之后会发生的。对，很快，就是每天都有东西叫你下载新的 app， 然后叫你旧的删掉，然后让你发现说哪里有病毒要删掉。那段时间就是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可能就像平常一样冥想而已。他就会忽然发现好多就是哇，负面信念需要清理，哇，我怎么有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各种的东西一直进来。
这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能量的云霄飞车这个奔腾，但它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段时间。对。但说真的，如果你完全不去觉察它，然后你硬要不去感知它，你也可以都不感知到，你就让自己回到原本的生活跟模式。其实你就会有点浪费掉你去做能量疗愈这件事。你是说就是如果大家是一直让自己处于一个很忙很分心的状态，没有然后跟刻意的不去感觉它，就让自己马上回到那种正常的生活，可能就是出去玩。然后对于你想原本你要去做能量疗愈，可能是因为有某些议题或课题是你想要调整的，但你没有给自己一个空间，我会形容那是一个空间感，就是你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在那个空间里可以去发展或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如果你在做完之后完全没有给自己这个很像自由的空间的话，其实你会马上就回到原本的模式，你也不会感觉到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进步。对，其实你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去运作这些改变跟发生。因为我是习惯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几个小时，就是给自己的时间。对，不管是静坐冥想，或者是就放空，或者是写一些东西什么的，然后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那个东西会特别的运作的特别快。因为我如果就是真的出去跟朋友玩、吃饭或干嘛的，我哪有时间静下去感受这些？我觉得现在要静下来真的超级困难的，因为我有观察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会觉得说有啊，我有很多独处的时间，比如说上厕所10分钟。不是，是他有很多自己待在家的时间，但他不停的在滑短影音，或者是他就是追剧，其实那也不叫做对，那只是你自己的空间，那只是你身体上的独处，可是你的心没有停，你的意识是没有停止。对，应该说人要改变自己或什么，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或甚至你根本就不用花钱去做疗愈，你只要真的每天给自己一个空白的半小时，就是那半小时真的是没有在使用任何电子产品，没有外界侵入的干扰，对，你就是真的给自己，我觉得那半小时就是一个身体真正可以跟你的意识还有整个人都可以因为那个空白而突然间生出什么，还是意识到什么，然后就会有某些改变，对，或某些修正的余裕，就是我就觉得那个空白的空间或自由的空间真的很重要。就即使是一天只有半个小时，你也不用打坐冥想，你要发呆半个小时也可以。可是现代人真的最难的就是很难停下来，他会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对，他会觉得在那边发慌。他就是要滑一下手机，要看一下讯息，对，或者坐在那边，他就觉得不行，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不然我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如果他是还没有办法冥想的人，他静不下来的人，我觉得就也不用冥想啊，不用做任何跟疗愈有关的。那书写可以吗？比如说，就是从很简单的可以吧，写日记。但我觉得跟这件事情还是有点不一样。你说跟真正的静下来，就是让你自己空白。我觉得那空白半小时不一定会静下来，你有可能会头脑里的猴子疯狂蹦跳。对啊，没有，我们现在讲给初学者。对，如果是一般人，他连静止坐在这5分钟都没有办法的话，他可以怎么样开始尝试？我觉得所有的事情要开始尝试，一定都是因为你有某个意图，所以你才要去做某一个行动。他如果没有想要改变自己的意图，他其实也不需要来做这个尝试。但或许是有时候我们用一种很游戏的心态，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都会这样子开始，就是我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我单纯就是抱着一个，那我来试试看，每天空白半小时会怎样？然后我就会用很像要去实验跟玩的心态开始，我就会去做这件事。不然的话，如果你缺乏那个意图，你是很难做出行动的。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在那一段疯狂更新的那段时间呢，很妙哦。就平常可能在每天晚上冥想或者是放空的那一段时间，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听一些引导冥想或者是冥想的音乐去辅助。然后我那天呢也没有特别去听什么冥想音乐，我就只是 Spotify 随便就是让它随机的播。它播到其中一首歌，我就忽然超有感。它也不是什么灵性音乐哦，它就是一个正常流行歌曲。对，它就是一个流行歌曲。然后那一首歌忽然是一个打中的感觉，然后想说这什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哦。然后我就把那一首 repeat 一直重复的放，我大概听了2个小时吧，重复同一首歌。因为你看声音也
一种音乐能量或疗愈。对，其实你就是也是进行了一场音疗。对，只是我用流行音乐。对，你用流行，其实这件事很平常啦。可是大家可能不会去意识到，对，大家不会去意识到，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听赫兹音乐才有办法。其实没有，对啊，流行音乐也 OK。对，我在那个当中的体验，我觉得超有趣，就是有那么强的情绪反应，我就会觉得说这首歌给我的感觉一定是有勾到了什么东西。我并没有说听1-2次，我就觉得不知道算了，我就是要挖到底。对，所以我就是用这首歌冥想。然后在那边听了2个小时，就是你感受这首歌的能量，然后也做出相应的变化。对，然后我一直想要去挖，就那种感觉很像是我现在到底感觉到什么？对，然后那个感情到底是什么？对，那很像是有时候我们闻到一个味道或吃到一个味道，就我在哪里闻过，我在哪里吃过，可我现在想不起来，然后我就是想要把它想起来。那样子听了2个小时之后，哇，我去挖到那个情绪的源头，然后好好的去面对了这个情绪，自己做了一个大疗愈，我觉得哇，好爽。你看，这也是因为你接触过够多的疗愈，所以你才会有这个路径可以走，有一个敏感度。对，你有一个敏感度跟经验，就是这些事情是怎么运作。所以大家可以多接触看疗愈，我觉得就是尝试看看呐。如果真的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它真的就是还是需要经验啊。就是我觉得现代就是太要求速成，就是要你简单回答一个概念，或简单给我3个方法，人生就会改变。没有这种事。那种修行一辈子到最后一刻的那些什么高僧什么，难道是在开玩笑吗？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要修行这么深这么久，要花那么多心力，它就不是速成的东西，就是成长啦，觉察，面对自己，那个就是都是要无时无刻。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的概念跟技术都是很简单的，因为它都是没有一个尽头的。对，它是没有尽头的。就是像一开始我刚接触疗愈的时候，想说我可能做2-3次就好了吧，没有这种事，没有尽头的。对，你越做你会越发现，这样讲大家会不会害怕？就好像就是被推坑。我觉得就是你就是进入了另外一种人生运作的模式，它是你日常的一部分，对，然后它是帮助你觉察的一些工具，觉察跟认识自己没有结束的一天，没有结束的一天，对。但如果硬要给大家一个诱因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虽然它是没有穷尽的一天，因为所有这些外面的东西都是会一直发生，对，它不可能会到某个地方就结束了，因为你永远都会再遇到新的人，除非你去住在山里，对，产生新的感觉，不然的话这些事情永远都会一直重复嘛。但你这些东西就是所谓修行的功夫做得越好，其实你在活着的状态是越清明跟越快乐，就是生活中困扰你的事就不会那么多，就是或者是说这个困扰可以赶快结束，早一点结束，你就会让情绪快一点过去。